开门收徒全凯廷，曲曲折折故事多。董海川先师的第一位弟子叫全凯廷，他是清末的一位奇人，素贤武技，善书画。后来在肃王府当差，在这个阶段结识了董海川先师。因为全凯廷会武功，他发现董海川先师二目如炬，行动敏捷，心想这个人必会武功。于是他想偷窥董海川练功。有天晚上，他悄悄地来到了董海川的窗下，舔破窗纸往里偷看。只见董海川盘腿坐在炕上，正在打坐。其实全凯廷舔破窗纸的时候已被董海川发觉。只见董海川顺手拿起了一张纸放到嘴里，嚼成了一个小纸团，突然噗的一声吐了出去，打在了全凯廷的眼睛上，打得全凯廷生疼，哎呀的叫了一声，跌跌撞撞跑进屋里，一头跪倒在地，求拜董海川为师。董海川全然不理，因为他不愿意收带意拜师的人。就这样，全凯廷跪了半宿也未如愿。全凯廷怅然离去，他边走边想，你不收我为徒也没关系，但是我定要看看你武功有多高强。有一天晚上，董海川端着菜盘去厨房打饭菜回房用餐，走到一个拐角处，只见全凯廷拿着一把刀，全力的向董海川的后脑劈了下来。董海川身子一侧，飞起一脚，正好踢在了全凯廷的腰上，全凯廷应声倒地。董海川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头也没回，继续端着菜盘往前走，回房用餐。全凯廷从地下爬起，跌跌撞撞一路小跑，跑进了董海川先师的屋里，一头跪倒。董海川一边吃饭一边说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全凯廷说，您就收下我这个学生吧。董海川只顾吃饭，全然不理。就这样，全凯廷跪了一宿。最终董海川看他情真意骨，收他为徒。收下全凯廷之后，董海川先师又先后收了阮真武、李景贵等。由于他们去世的早，未在光绪9年的墓碑上留下姓名，甚为遗憾。下一集将为您介绍光绪9年董海川墓碑上八卦掌20名家的故事。